1777年宣布独立的大陆会议结束后没多久，新建立的美国便陷入了艰难的独立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日不落帝国源源不断的进攻，费城也沦陷了。刚建国的美国不仅缺乏枪支弹药，而且在国际上也孤立无援。亚当斯不得不再次动身。阿比盖亚虽然万般不舍，但她坚强地支持丈夫的行动，只是要求他带上长子约翰一起。为了获得法国的支持，亚当斯带上儿子登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这是一艘双桅纵帆船，他们从波士顿出发，先沿海岸线往北，到达加拿大后再开始穿越大西洋，然后到达爱尔兰海岸前往法国。他们将经历1个半月到2个月的航行颠簸，穿过季风和洋流以及恶劣的天气。这一天，他们在航线上碰到了英国军舰，这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亚当斯想要帮忙，但上尉命令他回船舱等着，因为把他安全送到欧洲是自己的使命。外面的炮声隆隆，亚当斯无法安坐一隅，把儿子留在船舱，他拿起枪跑了出去。双方互相炮火攻击，混乱中，一个小炮炸膛了，碎片击中了上尉的腿。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医生只能用锯子为他截肢。大量的失血让医生也回天乏术。这场海上遭遇战最终在英国舰船的败逃中结束。男人在外面历险，女人在家种地。别人家有耕牛，亚当斯家只能靠阿比盖亚和孩子们用双手劳作。女儿不解地问母亲，为何男人可以在外历险，而女人要在家劳作？母亲告诉她，那是因为女人在为他们坚守阵地，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在外面历险。约翰·亚当斯父子成功到达法国，小约翰和父亲端坐在豪华的马车上，望着那巍峨的城堡在晨光中熠熠生辉，繁花似锦，喷泉潺潺的花园宛如置身童话世界。到达目的地，竟没有人迎接。亚当斯带着儿子喊了几声，然后循着声儿来到了花园。只见老富兰克林正坐在回廊上向他们招手，旁边是著名的艺术家安东，在为富兰克林制作雕像。亚当斯焦急地询问督促法国支援的进展，老富兰克林回答全是好消息，但具体到签订书面协议就哑火了。他提议让亚当斯去换洗打扮再讨论，确实这1个多月在船上又脏又臭，是该洗漱干净再从长计议。一番收拾后，老富兰克林就推门而入。亚当斯看着他这从头到脚的毛皮，打趣地说，他的裁缝定是个动物标本爱好者。富兰克林解释，在法国人眼里，美国人都是土包子，所以迎合这个判断可以增进双方的好感。然后他带着亚当斯来到花园，这里不得不说，18世纪的法国贵族们的这妆容画得跟面粉厂爆炸现场一样，然后还要点颗看似随意又显心机的大黑痣，真是满满的恶趣味。据说这是贵族们身份地位和时尚的象征，还可以顺带手遮盖天花留下的痘疤。不过看着这妆容，我终于理解为何很快法国就会发生大革命，这一个个活着吓人，还不如直接去做鬼呢。所以啊，不论多有钱多有地位，千万别作妖，否则天灾人祸迟早要降临。老富兰克林把亚当斯引荐给了赫尔维提亚夫人。别小看这个画着巫婆妆的老妇人，她可是法国18世纪一位杰出的女性，启蒙时代的文化沙龙主持人。她的沙龙吸引了当时许多知名的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让·雅克·卢梭和伏尔泰等。她嫁给了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克劳德·阿德里安·赫尔维提乌斯，所以她也被称为赫尔维提亚夫人。她在法国文化和知识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她精心营造的沙龙中，思想和文化得以碰撞和交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想必这个花园里的聚会就是她沙龙的一部分。花园里聊完天，他们就一起参加了法式的长桌宴。富兰克林给他介绍了陆泽恩，陆泽恩是法国第1任驻美大使。亚当斯马上提出与法国合作的一些条款，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凝重。富兰克林提醒亚当斯，这里不是谈政治的地方，别扰乱了艺术和哲学的气氛。亚当斯只好把话憋了回去，看着周围一圈的大白脸，硬生生地开始思考亚当夏娃和艺术哲学的关系。赫尔维提亚夫人又问起亚当斯是否喜欢戏剧和音乐。
亚当斯诚恳地回答，自己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因为自己只有把时间投入在政治和战争上，才能让孩子免于战争和不公，拥有去学校学习数学和哲学的自由，而他们的孩子才有机会去选择学习绘画和诗歌。这番精彩的回答引来大家的掌声，老富兰克林也投来赞许的目光。餐后，老富兰克林就开始在聚会上售卖美国国旗，这让亚当斯嫌弃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要说这富兰克林真是啥招都能用。终于，通过文化艺术界的影响力，法国国王路易16终于接见了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在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里，亚当斯举手投足都很不自在。这是他第一次面见国王，他甚至都没有见过英国国王，而竟然被法王路易16召见。可惜整个见面过程非常的尴尬和局促，国王被大臣们簇拥着讨论议题。当他扭头询问亚当斯时，发现这个从美国来议事的大臣居然不会法语，于是狂笑着离去，真是满满的文化自信。亚当斯无比狼狈。之后，外交部长单独会见了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他提议亚当斯在法国多留些时间，学学法语再回去。但亚当斯直言自己此行是为了督促法国履行与美国的合作协议。外交部长表示，法国已经与英国开战，军舰也都派去了。亚当斯传达华盛顿将军的话，这10几艘军舰远远不够。然后希望大臣向法王转达，如果不增加对美国的支持，美国独立不了。言下之意，这场战争法国也赢不了。这让外交部长瞬间面露凶相。富兰克林赶紧道歉。他追上拂袖而去的亚当斯，严厉地告诫他，同盟之间不能上来就指责和抱怨，外交官应该多听少说，非说不可的时候也要语言婉转。但这次亚当斯失去了耐心，他不再愿意听富兰克林的说教，大声怒斥自己不愿意美国刚刚摆脱了英国，又被法国控制。说完，不顾一屋子的人投来诧异的眼神，转身而去。富兰克林感到既失望又无奈。与此同时，法国舰队停靠在波士顿港，指挥官德斯坦伯爵邀请山姆·亚当斯等一众马萨诸塞州官员上船晚餐，阿比盖亚也在邀请之列。法国人吃个饭都有一个弦乐队在旁伴奏，而且伯爵对阿比盖亚一通法式恭维，糖衣炮弹铺天盖地。阿比盖亚非常得体地客气感谢，她表现出的智慧和见识以及对丈夫的信任折服了在场众人，但谁也不知道她正在为久久没有收到丈夫的家书而担心无比。当亚当斯接到女儿家书问为何不回信时，他无法提笔诉说自己的挫败。紧接着，亚当斯接到来自美国国会的通知，国会任命富兰克林作为唯一的美国代表与法王沟通，这让亚当斯挫败感更上一个台阶。他骂骂咧咧地搬出了赫尔维提亚夫人的庄园，但他并没有放弃。亚当斯开始自己联系可能的盟友，筹集款项。他试图说服荷兰给美国贷款1000万用于战争。这里要说明，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之一，拥有广泛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北美、加勒比地区、印度和部分非洲地区。英国皇家海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之一，所以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都希望能够削弱英国的力量，而美国的独立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美国提出的这点小钱不在话下。他们担心的是目前的战况，美法与在英国的战争中败仗连连。他们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亚当斯的贷款。再次受挫的亚当斯发现了富兰克林给国会的信中指责自己在法国外交部长面前的失态，这是他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直接原因。不过富兰克林确实有效地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援，法国又加派了舰队和陆军投入到美国战场。正巧美国派往俄国的外交官即将启程，亚当斯把儿子交给他，带去俄国学习锻炼。目送着儿子离去，亚当斯一病不起。美国战场上，法美联军捷报频传，阿比盖亚和孩子们分享着来自胜利的喜悦，但她依然迟迟没能等到来自丈夫的家书。她并不知道，此时丈夫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好的，剧情就介绍到这儿。本剧中，赫尔维提亚夫人在长桌宴上问亚当斯，他的姓氏亚当斯是不是伊甸园亚当的后人？这里解释一下，约翰亚当斯，约翰是很大众的名字，
而亚当斯确实被一些人认为是基督教中世间第一人的姓氏，这个世间第一人就是伊甸园中的亚当。有趣的是，约翰·亚当斯的名字组合似乎正是这位英国先贤既平凡又与众不同的一生的写照。从名气上说，约翰·亚当斯远比不上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者托马斯·杰弗逊几位，但我想大卫·麦卡洛选择描写一本以约翰·亚当斯为主角的书，恰恰是非常高明的。他的生活与亲人，他的成功与失败，他的主张与信念，都比那几位顶尖的名人更值得玩味。从约翰·亚当斯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历史忽略了什么，错过了什么。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客观、更冷静的角度。但说实话，约翰·亚当斯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来说很好看的剧集，没有什么热闹的火爆大场面，没有紧张悬疑的情节，更没有香艳华丽的镜头。7集用了8个多小时，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对耐心的考验。但我必须要说，这种耐心绝对是值得的。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剧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比《兄弟连》《西部风云》都更加优秀。从这部剧中可以领悟到领导之道、历史透视和人性洞察，顺便还能发现一堆自己不行的地方。人家的一生怎么那么精彩呢？不说了，继续搬砖去啦。好的，本集我们就聊那么多，更多精彩我们下集继续。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